日本当了2000年小弟，却在近代短短几十年的时间内成为世界级列强。明治维新为何能让日本实现逆天改命？这个问题的答案总结起来可概括为4个字：利益分配。在明治维新之前，日本的基础远比清朝薄弱。1850年，日本的经济总量尚不足清朝的1/10，民众普遍营养不良，平均身高位居世界末列，文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中国。日本在内部起点极低的同时，外部危机也接踵而至。1853年前后，美国、俄国、英国、法国等列强接连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。可以说，当时的日本与经历过鸦片战争后的清朝处境相似，已到了不改革便可能走向覆灭的地步。而日本改革能够成功的关键，在于以中下级武士和知识分子为主体，从下至上对社会利益进行了重新分配，进而激活了社会生产力。反观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，不难发现，即便这些改革看似轰轰烈烈，中下层民众的处境却并未得到改善，整个王朝依旧如同一潭死水。那么，为何日本的中下层力量敢于向掌权的上层发起挑战？首先需要审视明治维新前日本的政治格局。事实上，中国民众较为熟知的日本天皇，在明治维新前并无实权，仅相当于吉祥物般的象征存在。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实权的是幕府将军。幕府不仅掌控着全日本的国土与民众，甚至连天皇的个人生活都要加以干涉。天皇家族每逢婚丧嫁娶等重大事宜，都需先向幕府提交申请，获得允许后方可进行。那么，幕府究竟是什么？其本质是军政府，也就是所谓的武将干政。中国历史上与之类似的情况，便是董卓专权或曹操掌权的时期。不同的是，日本的幕府制度生命力极强，从12世纪建立起，一直延续到19世纪，存续时间接近700年。幕府将军治理日本的方式是将全国国土划分为众多大小不一的藩国，随后任命各藩国的统治者为大名，通过大名实行间接统治。这种制度是否让人感到熟悉？因为它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分封制极为相似。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确立帝制以来，分封制已被中华文明淘汰了2000多年，而这种相对原始的分封制，在日本却一直延续到明治维新前夕。直至当时，日本国内爆发了内外两重重大矛盾。首先是无法忽视的外部矛盾。日本幕府政权之所以敢于凌驾于天皇之上，核心在于其政权合法性来源于武力征服。当年德川家康被封为征夷大将军，他率领势力自东向西平定了日本国内的战乱，这才使得德川家族得以稳固掌控日本政权长达200年。然而，凭借武力维持统治的德川幕府，在遭遇武力更为强大的欧美列强时，其政权的合法性便难以维系。1853年，美国海军准将佩里率领4艘战舰抵达日本江户湾附近，要求日本开放港口，开展通商。这4艘战舰的平均排水量超过1500吨，共搭载63门坝口径火炮。与之相比，日本当时的海防战船排水量不足100吨，火炮总数仅约20门，且在火炮口径、发射速度、船体防御力等方面，均全面落后于美国战舰。可以说，即便将当时日本全国的海防力量汇聚起来，也绝非这几艘美国战舰的对手。这些美国战舰为防止生锈，船身涂满了黑色柏油，因此日本人将这次事件称为黑船事件。黑船事件让日本民众意识到，幕府的军事力量已被欧美列强降维打击，而原本凭借武力夺取政权的幕府将军，也由此开始面临统治根基动摇、人心涣散的危机。直到次年，美国人再次率领7艘军舰深入日本境内，逼迫幕府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。该条约迫使日本开放港口通商。至此，日本国内的反对声音终于无法压制，民众纷纷要求与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幕府将军下台，并将政权归还天皇。以上便是幕府军事力量被列强碾压所引发的外部矛盾，而当时日本的内部矛盾同样十分尖锐。由于明治维新前，日本已历经200余年无大规模战事的时期，人口得以逐步增长，仅江户一城的人口便已超过100万。然而日本的经济却未能实现相应的增长。根据日本江户时代研究学者石川英夫的测算，江户时期日本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仅为 0.3%， 经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。这直接导致人均资源日益匮乏，民众生活水平愈发低下。幕府政权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严格的身份管控将民众彻底锁死，以防范社会不稳定因素。例如，与中国古代中原王朝类似，
幕府将民众划分为士农工商4个阶层，且阶层身份世代传承。武士的后代依旧是武士，农民的后代依旧是农民。除此之外，幕府还实施严格的地域限制政策，规定农民只能在原籍务农，禁止随意迁徙。即便管控如此严苛，也无法改变日本经济发展停滞的客观现实。于是，日本境内开始频繁爆发局部暴动。在黑船事件发生之前，日本第2大城市大阪便爆发了由知识分子大岩平八郎领导的起义。由此可见，日本中下层民众对幕府的统治已积累了极大的不满。在内外矛盾的双重夹击下，日本中下级武士群体趁机发动变革，彻底推翻了幕府政权，明治天皇得以重新掌握国家政权。看到这里，不难发现，明治维新的斗争对象极为明确，即幕府政权。无论是处于社会顶层的天皇，还是中下层的武士与知识分子，都齐心协力将矛头对准了幕府。与之形成对比的是，清朝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始终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斗争对象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列强难道不是斗争对象吗？对于清朝皇室与朝廷重臣而言，列强确实是需要应对的外部威胁，但对于底层农民乃至部分地主来说，他们从未见过列强的模样，也不知英吉利法兰西位于何处，他们只清楚朝廷当年的赋税又加重了。如此一来，又怎能指望他们支持朝廷所谓的改革呢？因此，这些改革最终走向失败，其实是必然的结果。但凡改革变法，若想取得成功，就必须扶持起一个新的利益集团，以对抗旧的利益集团。用革命理论来表述，便是拉拢一派，打倒一派。无法扶持出新利益阶层的变法，就如同无源之水，无本之木。一旦上层推行改革的意志出现动摇，整个改革体系便会全面崩溃。反之，若能成功扶持出新的利益阶层，便能为变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，各类人才也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例如，吉田松阴、福泽谕吉等知识分子为变法维新提供了理论支撑，坂本龙马、长井雅乐等社会中层人士为改革提供了可行的策略与方案。而最为关键的是以维新三杰、大久保利通、西乡隆盛、木户孝允为代表的下级武士，他们成为了改革的有力执行者。因此，明治维新在改革体系的结构上显得异常稳固。在改革结构稳固且以推翻幕府为明确目标的基础上，明治维新率先取得了阶段性成功，使日本摆脱了沦为半封建、半殖民地社会的风险。那么人们不禁会问，日本在这之后又采取了哪些举措，使其能在短短30年间崛起为世界级列强，并开始四处发动侵略战争呢？答案可概括为2项核心举措：全面西化与卸磨杀驴。全面西化即抛弃自唐朝以来以中华文明为学习榜样的文化政策，转而以西方国家的发展模式为标准。在政治体制方面，日本学习西方的宪政制度，实行君主立宪。在工业生产领域，日本大量引进西方的先进设备，并聘请外国技术人才。1874年，日本工业部门支付给外国工程师的薪资，占当年工业总经费的 33.7%。1877年东京大学成立时，共聘请教授39人，其中27人为外国人。在文化生活层面，日本精英阶层开始流行穿西装、吃西餐、欣赏西方油画。甚至在1871年，即明治政府成立后的第3年，日本动用了一整年政府财政收入的盈余，派遣一支由49名政府高官及各界人士组成的100人考察团前往欧美访问。该考察团耗时近2年，游历了欧洲12个国家，最终撰写了上百本游历笔记，旨在全面学习欧洲各国在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各领域的发展经验。这便是后世常提及的脱亚入欧理念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清政府也曾做过类似之事。甲午中日战争战败后，清廷曾派遣5名大臣前往欧美考察。然而，这5人在欧美游历一圈后，却未能撰写任何考察报告，最终只能请曾留学日本的梁启超与杨度代为撰写宪政考察报告。话说回来，日本除推行全面西化政策外，更狠的举措便是实施卸磨杀驴。如前文所述，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取得阶段性胜利，离不开大量中下级武士与底层知识分子的支持。然而，在推翻幕府政权后，明治天皇政府并未善待这些支持者，反而将他们的剩余价值压榨殆尽。政府首先着手处理的，便是为推翻幕府而大量参军的中下级武士。这支庞大的军队不仅需要巨额财政资金供养，还被视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。毕竟，政府刚刚推翻的便是一个军政府。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主张立即发动侵略战争，
以消耗这部分人力。同为三姐之一的大久保利通则认为，侵略虽可实施，但应先专注于国内发展，暂缓对外扩张。双方为此争执不下，最终爆发了一场内战。这部分武士的力量也在这场战争中被消耗殆尽。除武士被当作耗材消耗外，大量工人与农民也遭到残酷剥削。明治维新后，日本颁布了一组改正法案，在此之前，农民缴税只需按收成比例缴纳粮食即可，而新法案规定，农民必须以货币形式缴纳赋税，这意味着农民需将粮食兑换成货币。这一举措虽确实有利于充实中央财政，对农民而言却多了一层中间商盘剥。富商与银行在粮食兑换货币的过程中谋取暴利，而农民即便连30分钱的额外税金都无力承担，多1分钱的负担对他们来说都是巨大的压力。城市工人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，纺织女工全年无休，一天工作16小时更是家常便饭。即便如此，能进入工厂做工，在当时已算得上是一份体面的工作。此外，明治维新后，日本开放港口，大量日本女性被贩卖至南洋从事色情行业，为日本赚取外汇。日本电影《望乡》所讲述的正是这段历史。那么，明治维新究竟是如何成功的？除推翻旧权贵的统治外，其成功的背后还承载着饥饿农民、辛劳工人以及南洋女性的血泪。